死当100万。3年前，兄弟递刀，枕边人下药，公司、家产，连我女儿的姓都被他们吞了。100万，就这块破烂，小兄弟，骗钱也得编个像样的由头。这是明代皇家御赐的金丝沉香无事牌。东西我收了，100万，现香现货，你可以当面点清。我在那狗日的地狱里像条虫一样苟活了3年，就是为了今天。100万，这不过是个零头，属于我周庭的一切，我要1000倍万倍的拿回来。果果，爸爸回来了。爸爸，哎，哪里来的乞丐，滚出去！这里是 VIP 区，你身上脏死了，要是感染了病人，你赔得起吗？他不是乞丐，他是我爸爸，我不许你这么说他。果果乖，不怕，这是爸爸给你求的平安牌，带上它，病很快就会好了。只要爸爸回来，果果什么都不怕。周婷，别用你的脏手碰我女儿！宋丽丽，我是果果的亲生父亲，你凭什么不让我见她？丽丽，你跟他废什么话？直接轰走，别让他见赵果果。赵凯，当年我把你当兄弟，你却勾引我老婆，做假账陷害我，坐了3年牢。现在你吞了我的公司和我的女人，还要我女儿跟你姓。凯哥现在是身价上千万的董事长，你呢？你连果果下个月的医药费都交不起，你配当他爸吗？果果，待会儿老爸带你去国外治病，离这个没用的穷鬼远一点。爸爸，爸爸，闭嘴！不许叫这个穷光蛋！宋丽丽，你住嘴！怎么想动手？周婷，你碰我一下试试，信不信我让你再进去蹲几年？保安，把这个废物给我扔出去！放开我，果果别怕，爸爸一定会回来的。为什么我替他坐牢3年，换来的却是家破人亡？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这是每日一卦情报系统已绑定。大吉，10元平安牌，实为皇家御赐，金丝沉虾无事牌，市场估价100万元。中级，宿主额头磕碰，仅表皮外伤，3日无外力人身伤害风险。小凶，10分钟后雨势变大，易滑倒摔伤。系统100万。每日一卦，不仅能预知吉凶，还能鉴宝断真假。这不是幻觉，这是老天爷赏我翻身的刀。100万，赵凯、宋丽丽，你们把我踩进泥潭，以为我永世不得翻身。这块牌子只是我讨债的第1块敲门砖，等着，我这就提着钱回来，挨个收你们的命。周婷，你还知道回来？宋丽丽说你疯了一样去医院闹事儿，她现在的男人身价千万，你拿什么跟人家斗？嫂子，果果是我亲生女儿，我只是想去看看她。哼，看，你拿什么看？你连自己都养不活，去了除了给人羞辱还能干什么？3年前你进去，咱爸盼着你出来争口气，硬生生盼到油尽灯枯，临死前那一声声喊你，你听见了吗？这3年，我和你嫂子为了替你遮丑，在亲戚面前头都抬不起来。周婷啊周婷，咱家经不起你折腾了，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安生点，别再去招惹赵凯那种人了。就是啊，你要是真念着爸的恩，就别再回来祸害这个家了。给小婷留着，别让她坐牢受罪。哥，嫂子，以前是我糊涂，让爸带着遗憾走了，
也连累了你们，但这3年欠你们的，我绝不会赖账。这3年我们为了你，不仅掏空了积蓄，还欠了3万外债。你要是真有良心，这周之内把这3万债还了。不用这周，3天之内3万块债我来清，我连本带利双倍还你们6万，双倍6万块。周婷，你少在这吹牛皮！我警告你，没钱就别惹事儿，滚回你的杂物间躺着。爸，孩儿不孝，让哥嫂受了3年委屈。我现在回来了，绝不会再让他们失望。欠他们的，我一定会10倍100倍的报答回去。可我现在竟然连去省城的路费都掏不出来。婷哥，你总算出来了，想死兄弟了。胖子，哥遇到点急事儿要去趟省城，手头紧，想跟你借300块钱买张车票。借钱？你怎么有脸来找我儿子借钱？妈，你怎么说话呢？当年要不是婷哥帮我挡混混的铁棍，我这双手早就废了，还能开店。你闭嘴！他现在是个背着案底的罪犯，你天天在车底吃灰攒的老婆本，不准借。胖子，别跟阿姨吵，你攒钱娶媳妇儿要紧。我先走了。婷哥，可算追上你了。800块，胖子，这可是你娶媳妇儿的钱，我不能要。婷哥，当年你风光的时候拉扯我少了吗？我现在要是装孙子，我还算个人吗？这钱你拿着。谢了，胖子，多余的话哥不说了。你信哥吗？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我不信你信谁？胖子，等我从省城回来，我给你在市中心盘下最大的豪华车行，咱也过过当老板的威风。果果的抚养权，胖子的人情，还有赵凯欠我的血债，今天就是清算的开始。死当100万！100万，小兄弟，我这聚宝斋的门槛可高，要是真货，100万我双手奉上。可要是拿垃圾来消烦我，你今天得留下1根手指头当利息。随便验。这油脂，这皇家雕工，这是明代御赐的金丝沉香无事牌。刚才是姐姐眼拙了，这杯茶算我赔罪。100万，我柳如烟收了，就当交你这个朋友。我现在就要现钱。弟弟别急嘛，大额转账受银行风控影响，最快也得3天到账。我柳如烟在古玩街的名号，既然敢收，就绝不会赖你1分钱。不过姐姐多句嘴，你这身行头配上这笔巨款，能救命也能催命。为了钱在背后捅刀子的兄弟，姐姐见得太多了。我的背后早就被他们捅成筛子，这次回去也该轮到我拔刀了。100万3天后才到账，兜里的路费花光了，先找王麻子把当年的3000块要回来顶几天。王麻子别装死，当年你老丈人进急诊是我掏的3000块救命钱。今天得清账了。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刚吃完牢饭的周婷吗？什么3000块，连张借条都没有，碰瓷要饭。当初看在兄弟情分上没让你写字据，你现在想赖账？兄弟，你一个蹲过局子的也配跟我称兄道弟？实话告诉你，要钱没有，这满屋子的破烂你随便挑一件滚蛋，以后别来烦我。每日一卦情报系统已绑定，全息识别框锁定目标。大吉，右侧角落的废旧乞丐服，实为宋朝流传金丝软甲。中吉，正前方菩萨摆件，为次品玉雕，价值1800元。小凶，摊主夫妻无正规买卖经营备案，货品35。看什么看？想要那尊玉菩萨？这可是我花3万8收回来的传家宝，做梦吧你！赶紧滚！用不着，我就要这件破衣服。当年那3000块两清了。哎呦喂，真不愧是坐了3年牢的，脑子都坐傻了，拿件发霉的乞丐服当宝贝。拿走，赶紧滚！穿这身破衣服要饭正好，别在这儿挡着老子发财。蠢货！等我把这件价值120万的金丝软甲出手，我倒要看看谁才是傻子。
刀枪不入，宋代金丝软甲，货真价实，3000块换的东西值120万。小婷，赶紧换上这身衣服，跟我走。哥，大晚上的去哪儿？去聚仙楼，今天是咱舅舅的60大寿，他现在在省城认识不少大老板，人脉广。你刚出来，去给他敬杯酒，说不定能给你安排个正经工作。不去。当年我出事，他不仅没帮忙，还到处撇清关系。这种亲戚没必要走动。别胡说，7点开席，记得别空手来。200万，从今天开始，我要把那些踩着我上位的，统统拉下来。哟，今天怎么这么大方？今天我舅舅过生日，不能空着手，讲究。一共280。刘老板，我现在只有230，我拿走拿走，差的那50块钱下次再说。街坊邻居的还能差我这几块钱？多谢刘老板。他们怎么在这儿？哟，这不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周婷吗？怎么，牢饭没吃饱，跑这儿蹭饭来了？小婷，你舅舅刚开了个公司，赵凯是他最大的合作商。哥今天带你来，是想求你舅给你安排个工作，待会儿千万别得罪赵凯。行了，来都来了，坐下吃饭吧。舅舅，祝您生日快乐！小婷刚出来，特意来看看您。小婷，快把礼物拿出来。大家快瞧瞧，200块的白酒，30块的烟。周婷，你打饭要饭的呢？今天我爸生日，你拿这垃圾来看不起谁啊？行了，张强，跟一个刚出狱的计较什么？张叔，今晚喝我带的5万1瓶的特供白酒，烟抽这个国外带回来的特供香烟。周婷，你看看你这穷酸样，难怪丽丽当年要跟你离婚，活该！浑身都是穷酸气，都熏到我了。凯哥，早知道他来，咱们就不该来，简直拉低了我们的档次。丽丽说的对，这种底层垃圾也配跟我们坐一桌吃饭。张强，把桌上那堆垃圾扔进垃圾桶，别脏了赵总的好酒。滚出去！别在这儿碍我们凯哥的眼。周婷，凯哥现在可是我上司，凯哥都发话了，你就滚吧。舅，小婷刚出来，她是真心想来给您贺寿的，她现在难，您拉扯她一把。张叔，我那公司还真缺个看大门的。周婷，只要你把我的鞋舔干净，我就给你个保安干干，1个月3000，够你给你女儿买2天药了。快舔啊！这来钱多快，还不谢谢凯哥？赵凯，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句话你爹没教过你吗？你这种烂在泥里的劳改犯，这辈子都翻不了身，拿什么跟我装逼？我现在确实穷，但我再穷也不会像你一样捡别人不要的破鞋当个宝，还要到处显摆。赵凯，你就这点追求，一辈子跟在我屁股后面捡我剩下的。陆婷，你个臭要饭的，骂谁是破鞋呢？凯哥，你听见了吗？他这是在羞辱你。周婷，你找死！你那个病秧子女儿的特效药，现在全城只有我有渠道。今晚你不跪下扇自己10个耳缸，我一个电话，你女儿明天就得断药等死。够了，周婷，你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也敢在这儿大放厥词？赵总现在身价1000万，那是咱们张家的贵客，立刻倒杯酒，跪下给赵总认错。小婷，咱认个错吧，果果等不起呀，忍。这3年我在里面，就是因为忍得太多，才让你们这群畜生爬到我头上拉屎。张涛，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但我周婷不求你，就跟你一样高。这门亲戚既然只认钱不认人，那断了也罢。好，你有骨头，今天你走出这个门，以后周家是死是活，别想沾我张家1分钱的光，给我滚！嫌我的酒便宜，那你们这辈子都不配喝我周婷送的东西。断亲，断！谁不断谁是孙子。张涛，收起你长辈的谱。这3年我坐牢，我哥我嫂子被逼得差点睡大街，你拉过我家一把吗？今天我带烟酒来看你，是尽最后的礼数。可你和你儿子根本没把我们当人。嚯，周婷你疯了，敢这么跟我爸说话？今天不跪下道歉，我让你在州城连个保安都当不上。我给过你们体面，是你们自己蹬鼻子上脸。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桌上的2瓶特供白酒，实为工业甲醇勾兑的劣质假酒，饮用极易导致失明甚至中毒身亡。
中级，宿主未使用，没有中毒风险。小凶，特供烟为3无产品，进货价5元，不建议使用。赵凯，你这假烟假酒，跟你们这群假仁假义的狗东西，还真是绝配。周婷，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凯哥花大价钱买的特供，你个劳改犯见过吗？就是，你连散装白酒都买不起，懂什么特供？周婷，你个穷光蛋，少在这转移话题！你买不起好酒好烟，就嫉妒老子是不是？好酒，赵凯，这就是你的好酒。大家闻闻，这是酒味还是甲醇味？这根本就是工业酒精勾兑的毒酒。赵凯，你拿这种酒来寿宴，你安的什么心？天哪，这味道太冲了，辣眼睛！赵凯，你居然拿假酒！大家别信他，凯哥花了10万块买的，怎么可能是假酒？酒你非说是真的，那这个呢？5块钱的垃圾烟，贴个洋标签就是进口货了。周婷，你哥，这种蛇鼠一窝的授业，多待1秒都恶心。记住你们今天的嘴脸，以后求我的时候别跪着。二叔，这酒好像真不对劲儿啊！胡说八道！周婷一个劳改犯懂什么？赵总带的东西绝对是真的。周婷敢惹我，你们全家都别想好过。赵总，您别生气，周婷就是嫉妒您。您放心，她家住的那个城中村，房东是我拜把子兄弟，我明天就让人把他们一家子全赶到大街上去。敢这么毁我的寿宴，不能轻饶了他！我要让他知道这一圈亲戚里谁说了算。你现在就给康和医院打电话，他不是硬气吗？他女儿的医药费就自己掏去吧。凯哥，这果果毕竟也是我生的，要是……怎么你舍不得？那老子现在就送你跟他们一起滚去大街上要饭！这日子还怎么过？去趟寿宴，事儿没办成，反而把人得罪精光啊！哥，你放心，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有我在呢。100万还没到账，先把金丝软甲出了换现钱。赵凯、宋丽丽，咱们新仇旧恨，接下来一笔一笔慢慢算。刘老板，这件东西我急出手。这细密的赤金边丝，这防御刀枪的暗金鳞片，天哪！这是宋代流传下来的五官金丝软甲，而且品相几乎完好无损。弟弟，你到底什么来头？身上怎么尽是这等绝世宝物？开个价，我要现钱，立刻到账的那种。既然弟弟急用，姐姐也不跟你玩虚的。120万，走我聚宝斋的私人 VIP 通道，秒到账。220万全部到账。赵凯，吸着我的血做着人上人，现在是时候夺回属于我的一切了。今天这买卖做得舒坦，以后手里再露出什么好宝贝，可千万别忘了你如烟姐姐啊！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吉，鸿运当头，助其破局，可开启隐藏助力。中吉，10分钟内宿主名望再度上升。小凶，聚宝斋老板柳如烟即将破财。鸿运当头，什么意思？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请问这位就是柳老板吧？我手里有一件绝世宝贝，急需出手，你们聚宝斋吃得下吗？聚宝斋开门做生意，只要东西对，就没有我们吃不下的。不知这位老板带了什么好东西？这可是我们赵氏集团董事长家祖传的宋代天青釉汝窑。赵氏集团，赵凯，大开门的宋代汝窑珍品，市场价200万，我们赵总急着用钱，一口价150万现金，只要资金立刻到账，这宝贝就是你们的了。确实是宋代汝窑珍品，釉面莹润，工艺极佳，150万，这买卖我做了。小李，准备走账，给这位老板打钱。爽快，还是柳老板识货，赶紧转账，老子还赶着回去给赵总交差呢。
大兄，此宋代汝窑是为现代模具烧制高酸做旧的工艺品，实际成本30元，买下将亏损150万。终极宿主识破赝品，聚宝寨老板柳如烟不再破财。小兄，王二无具完从业资质。弟弟，你这是？柳老板，这钱你1分不能给。弟弟，抓这么紧，是舍不得姐姐破财，还是舍不得姐姐这个人啊？柳老板，这钱你1分都不能给，因为他手里这堆垃圾，连30-40块钱的工艺品都算不上，更别说150万了。你懂个屁！这可是正儿八经大开门的宋代汝窑，是我们赵氏集团董事长家祖传的宝贝。再敢砸老子的场子，信不信我今天废了你？真正的宋代汝窑是纯手工拉分烧制，胎体会有自然的手工痕迹，而你手里这块瓷胎边缘有极为纤微但规则的现代机器模具压纹，这压根就是拼接工艺品。好啊，老娘在古玩街混了这么多年，你居然敢把主意打到我聚宝斋的头上来了，还真差点叫我看走眼。拿个30块钱的假货来讹我150万！保安，把这个不长眼的东西给我扣下，直接送警局！刘老板，我错了，我一时糊涂啊，饶了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今天多亏了弟弟眼力毒辣，不然姐姐这100年招牌可就砸了。这么大的恩情，你说姐姐该怎么报答你呢？姐姐，我开门做生意，向来不喜欢欠人情，更不喜欢放跑有本事的男人。这张是聚宝阁的至尊黑金卡，你收下，拿着它，以后你在我这儿出货进货，姐姐分文不取，免收一切佣金。不过嘛，以后遇到姐姐都拿不准的局，你得帮我长长眼。这笔买卖你稳赚不赔，如何？柳老板诚意十足，这买卖我接了，合作愉快。定力够深，本事够大，真是个有意思的男人。这些钱是我翻盘的本钱，也是我去弥补这3年亏欠的开始。那件橱窗里展示的高定公主裙，我要了，刷卡。先生，您这真有眼光，这套公主裙可是我们店的限量款，全程仅此一件，我这就为您精心打包。您这边请坐，喝杯咖啡稍等。先把女儿的特效药钱续上了，再带着裙子去给她一个惊喜。这是怎么回事？续费失败，请前往康和医院窗口现场办理。医院太远，坐大巴起码要2个小时，得先去买辆车，顺便把胖子的人情给还了。胖子，你以前做梦都想要一辆这样的车，为了我，你连老婆本都掏了。今天哥送你这个梦想。先生，您看中哪一款了？这台是最新款的杜卡迪，落地要20万。全款，这2条我都要了。这一辆我直接骑走，另一辆立刻用拖车送到城南的孙氏修车行。刷卡吧。我操，20万的重击，眼都不眨，直接全款买2辆。穿得这么低调，出手这么阔绰，这是送朋友的吧？这哥们儿太仗义了。先生，您的车钥匙手续全部办好了，另一辆我们马上安排专车送达。胖子、哥嫂、果果，我周婷回来了。以前亏欠你们的，我现在要1000倍万倍的补偿回来。周先生，您预约的100万现金都在这儿了。您带着这么多现金不太安全，需要我们安排专业的安保人员送您回去吗？不用。3年前，我把赵凯视作可以托付一切的生死兄弟，连核心机密都对他毫不设防。可到头来，换来的却是彻头彻尾的算计和背叛。周婷，看清楚了，公司现在姓赵，你这个做假账的经济犯，这辈子都别想再踏进这里半步。周婷，别自讨没趣了，现在整个商界只认赵总，谁会帮一个要坐牢的？滚吧！成王败寇，你老老实实去坐牢吧。你的公司、你的钱，还有你的女人，现在全都是我的了！哈哈哈哈哈哈！
我周婷欠别人的恩情会10倍、100倍的还清，但是赵凯、宋丽丽，你们欠我的血债，我也要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的讨回来。你他妈瞎了眼是不是？老子刚提的50万新车，洗个车你给刮这么大一条印子，把你这破店卖了，你赔得起吗？对不起，老板，我真不是故意的，我马上给您抛光，保证看不出来。要是还不行，我赔您全车喷漆的钱。老板，我儿子真不是故意的，他起早贪黑赚点辛苦钱不容易，您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我们赔钱，我们一定赔钱。赔？拿什么赔？就你们这破烂店，一年能挣几个子儿？听说你还跟那个刚出狱的周婷是一伙的？呸！真晦气！你骂我可以，不准骂我婷哥！怎么？你个臭修车的还想动手？动老子一下试试？信不信老子一句话，让你跟周婷一样进去蹲大牢？胖子，我兄弟的车行，还轮不到你在这儿撒野。我操，婷哥，杜卡迪最新款，落地得20万吧？这可是我天天抱海豹睡觉的梦中情车啊！你从哪儿弄来的？急什么？待会儿让你骑个够。一个刚从耗子里放出来的，连坐公交车的钢镚都得管人借。你特么要是能掏出20万买这车，老子今天把这车轱辘当场吃下去。周婷，你个扫把星，赶紧滚！算阿姨求你了，别在这儿添乱了，行不行？你一个坐过牢的站在这儿，是想害死我儿子吗？行啊，这么能装，有本事替你兄弟把车漆钱赔了，一道划痕，喷漆加折旧，一共1万8，拿不出来就少在这装大尾巴狼。1万8，够不够？你一个刚出狱的，哪来这么多钱？钱绝对来路不明，我要报警抓你！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凶，此人酒驾刮车，故意碰瓷讹账。中吉，涉事车主事后无报复行为。小吉，纠纷化解，王阿姨彻底消除对宿主偏见。报警？好啊，你报。看警察来了，是先查我的钱，还是先查你酒后驾驶，自己刮了车跑来我兄弟店里碰瓷？你嘴里的酒气到现在还没散呢吧？你怎么知道？哎呀，小婷啊，以前是阿姨不对，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今晚留下来，阿姨给你炖排骨。不用了，王阿姨，我还有其他事。胖子，哥给你也买了一辆，这是你那辆机车的钥匙，一会儿专车就把你的车送来。婷哥，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拿着，胖子，这是哥送你的礼物。婷哥，谢谢。哥还有急事儿，先走了，回头找你喝酒。果果，爸爸，对不起，果果，是爸爸回来晚了，让你受苦了。不苦，爸爸，果果一点都不疼。这衣服是短了点，但穿起来可凉快啦。爸爸，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按时吃饭？爸爸很好，看，爸爸给你带了最喜欢的公主裙。护士，我女儿现在的病情怎么样？你们家属怎么回事？前几天特效药怎么突然断了？孩子因为停药病情反复，现在只能用普通药维持，副作用很大，待会儿孩子可能会呕吐。宋丽丽、赵凯，为了逼果果改姓，你们竟然真的断了她的救命药。护士，我现在就去许费，把药全部换回最好的进口特效药，病房立刻换成最高级的单人 VIP 套房，现在就办。好，我马上安排。爸爸，果果今天变成真公主了。果果就知道，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爸爸。果果在医院乖乖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等爸爸办完事儿，就接我们的小公主回家。以后，爸爸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爸爸发誓。果果乖乖治病，等着爸爸接我回家。
小婷，你这车，你这是发大财了？这次还要馒头咸菜吗？不是，刘叔，我今天回家吃饭，麻烦你把你店里所有的招牌菜全给我打包上一份吧。刘叔，不用找了，多谢您以前的照顾。有些路一旦踏上，就没有回头的余地。困龙入海，终有抬头的一天。这小子的运势起来了，州城这片天，怕是压不住他喽。周婷，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家都要被你害没了？雪梅，你别说了，这事不怪小婷。不怪他，怪谁？房东逼我们今晚就搬走，我们大人流落街头没关系，可果果还在生病啊，他出院了住哪儿？你让他跟着我们一起睡大街吗？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好端端的，怎么就要赶我们走？是谁干的？小婷，今天中午房东突然带了一帮人过来砸门，可能是你之前得罪了舅舅他们。你那个表弟张强，他带了几个流氓把家里砸了，说房租从今天起直接涨10倍，交不出钱立刻滚蛋。张强？是啊，张强是我们房东的拜把子兄弟，房东也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了，我们怕不是真要去睡大街了。小婷，咱们斗不过人家的呀。周婷，你哥和我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连件新衣服都不舍得买。算嫂子求你了，行不行？算嫂子求你了，你去给张强磕头认个错吧，你非要逼得我们全家去睡大街才甘心吗？张强、赵凯，你们在寿宴上丢了脸，现在就开始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逼迫我的家人。真以为我周婷还是3年前那个任你们拿捏的软柿子吗？哥、嫂子，你们别慌，不用去求张强，这破房子我们不住了。不住了，不住了。你说的倒是轻巧，不租了我们今天晚上住哪儿？去桥洞底下跟要饭的抢地盘吗？还是去睡大街？雪梅，你少说2句，小婷也是心里难受。我少说2句，今晚就有地方睡了。我天天起早贪黑，恨不得1分钱掰成2瓣花，不就是想让这个家像个家吗？哥、嫂子，这3年让你们受委屈了。我说换地方住，是因为我带了能让我们安家立业的本钱回来。本钱？你坐了3年牢，身上除了那件旧衣服，还能有什么本钱？你发什么疯？拿个破皮箱砸桌子干什么？就拿这个带你们换大房子。哥、嫂子，这里面是100万现金，咱们今天就搬家，去住大房子。以后我们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更不用受任何人的窝囊气。周婷，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去抢银行了，还是去借高利贷了？你刚从里面放出来，要是再犯法进去，你让我和你哥怎么活？果果还等着你这个亲爹呢。小婷，你嫂子说的对，这钱到底怎么来的？咱们虽然穷，但可不能再干违法犯罪的事儿啊。哥、嫂子，你们放心，以前是我瞎了眼，把赵凯那种豺狼当兄弟，才被他们陷害。这钱是我凭本事赚来的正经钱，手续齐全，干干净净。小婷，是哥没用，这3年没能护住你。爸在天之灵要是看到你现在有出息了，他老人家也能瞑目了。咱们周家终于熬出头了。小婷，以前是嫂子嘴随，天天骂你，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嫂子给你赔个不是，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这3年真是苦了你了。
嫂子，快别这么说。这3年要不是你和哥守着这个家，这个家早就散了。该说谢谢的人是我。小婷，那果果以后出院，是不是再也不用跟着我们挤着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了？对，咱们一家人，好日子在后头呢。好，好，咱们换大房子，把果果接回来，一家人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周亮，老子给你们的期限到了，今晚交不出10倍的房租，就立刻给老子像狗一样滚出！张强，谁给你的胆子来这儿狗叫？周婷，你还敢狂？老子今天就……我操！这他妈怎么可能？你这个臭要饭的，哪来这么多钱？哈哈哈哈哈！周婷，你他妈在这跟老子演戏呢？从哪儿弄来这一箱子假钱装大款？真以为老子是吓大的？就是，强哥发话了，还不快点滚蛋！哈哈哈哈哈哈！张强带了这么多人，在这么窄的屋子里真动起手来，绝对会伤到哥嫂，得想办法先把他们送出去。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吉。您的挚友孙大志正骑重机车火速赶来，距离目的地只剩2分钟。中凶，直接报警易激怒张强等人。小吉，最近警局距此1000米，出警极快。直接报警容易激怒这帮流氓。S， 是我和胖子以前约定的紧急求救信号，他只要看到就一定会懂。现在我得拖延时间。张强，带了几条狗就敢跑来乱叫，是不是假钱？你走近看看不就知道了？还是说你主子赵凯没教过你当狗的规矩？周婷，你还敢嘴硬？老子管你真钱假钱！你得罪了凯哥，你哥嫂今晚就得去睡大街去要饭。睡大街？张强，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破地方，我们周家今天还就不住了。强哥，这好像是真的，真是真钱，整整100万啊！哥，嫂子，拿上户口本和重要证件，我们现在就走。想走？得罪了凯哥还想全身而退？周婷，今儿你得留下，你这些钱也得留下。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孙大胖子。怎么，开个破修车厂，真把自己当盘菜了，跑这儿来强出头？你们动一个试试！老子在楼下就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今天谁敢动我婷哥一根头发，老子让他牢底坐穿！死胖子，你敢报警？干什么呢？都把手里的东西放下！谁报的警？警察同志，误会，都是误会。我们都是老同学，好久不见，在这儿闹着玩呢。哼，带这么多人拿钢管闹着玩，有人举报你们寻衅滋事、暴力推烧，全部带走，回所里调查。婷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帮我跟警察同志求求情吧，就说是误会。我不能留案底呀，留了案底，凯哥会开除我的，求求你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当狗当习惯了，进去好好反省反省，怎么做个人吧。对，爸呀！哥，嫂子，没事了，这地方确实不能住了，咱们今天就搬。拿着这100万，咱们去买套属于自己的大房子，以后我们周家再也不用寄人篱下，看任何人的脸色。好小子，哥就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走，胖子，哥，嫂子，咱们现在就去看房。哥，嫂子，以前我欠你们的3万块，刚才连本带利转了6万过去，你们查收一下。
小婷，你这是干什么？一家人还什么利息？这钱哥不能要，我退给你。事情都办妥了，市中心最高档的御景龙庭大平层，200平米现房，精装修，拎包入住，手续全齐了。哥，嫂子，这房子是我送你们的，签字吧，以后你们就在这儿安家。100万？不行不行，这房子太贵重了，哥绝对不能收。小婷，你快退了。是啊，小婷，以前是嫂子对不住你，这房子我们哪有脸收？再说了，你刚出来，果果还在医院，他看病，以后上学，哪样不要花大钱？你快把合同拿回去，把钱留给果果治病要紧。哥，嫂子，这3年我不在，是你们砸锅卖铁替我尽孝，替我给爸送终，长兄如父，长嫂如母，这是我周婷该孝顺你们的，你们受得起。你们放心，果果的医药费我已经全部交齐了，用的是最好的药。我现在替市里最大的古玩行老板长眼做事，这点钱不算什么，签吧。好，哥签，哥替咱爸高兴，咱老周家真的站起来了。周婷，出事了。刘老板，别急，出什么事了？慢慢说。你知道明翠阁吗？你对面新开的那家赌石店，说是能在石头里开出100万翡翠的那家，我有每日一卦的情报系统。赌石对我来说就是透明的提款机，原本还想着过几天去开出点好货，把果果后续几年的医疗费和生活费彻底稳下来。对，就是那家，电话里3言2语说不清楚。你现在马上过来见面聊。小婷，看来你老板找你有急事，赶紧去忙吧，正事儿要紧。是啊，小婷，给大老板做事千万别怠慢，这儿有大志陪着我们，你放心去。好，哥，嫂子，办完手续你们就直接搬进去。胖子，照顾好我哥嫂。婷哥放心，你家人就是我家人。柳如烟这女人可是古玩街出了名的黑玫瑰，到底是什么事能让她慌成这样？刘老板，怎么了？是我上次卖给你的金丝软甲出问题了。你可算来了，有问题的不是你的货，是他。古玩玉玺这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同行开店向来都会刻意避开，可这家明翠阁偏偏开在我正对面，还打着10万原石开出100万帝王绿的噱头，把我这儿的客流全抢光了。如果只是正常竞争也就罢了，但是这么针对我，绝对不是巧合。我被人做局了。我和家里关系不好，遇到这种事，一时间真不知道能找谁商量。不过你眼力再好，这赌石和古玩也是两码事，是我急糊涂了。你回去吧，今天算我折腾你，路费我双倍报销。谁说我没有办法？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凶。1号展柜32号原石，标价20万，内部全裂，废石1条。小吉2号展柜15号原石，标价3000，内含冰种翡翠，价值1万。大凶，镇店之宝原石，标价500万，表皮造假，内部毫无绿意。我本来就打算去这家店赚点外快，既然幕后的人想玩阴的，我们就陪他玩把大的。那个，今天给家里人买房买车卡限额了，现金不够，劳驾柳老板陪我走一趟。合着你是拿老娘当黑卡刷呀？行，只要能出了这口恶气，姐姐今天陪你走一遭，全场消费由我柳如烟买单。哟，这不是对门的柳如烟柳大老板吗？怎么自己店里冷清的连耗子都没有，跑我这儿沾喜气来了？我这正忙着日进斗金呢，可没闲工夫招待你啊。古玩街的人平时都叫我柳老板，他一个外地刚来的生面孔，居然能一口叫出我的全名，果然有鬼。这就是冲着我来的。开门做生意，来者是客。赵老板，今天我们不仅要玩，还要玩把大的，就怕你这小庙接不上。玩个大的，就凭你一个连身像样衣服都穿不起的穷鬼，你想怎么玩？
拿你兜里那几个钢镚跟我玩吗？你这满屋子的原石全是垃圾，全场最贵的石头切开来撑死也就值个1万块。这都值这么什么？这小子谁啊？这么狂，敢在明翠阁砸场子？就是啊，这满地几百块石头都没切呢，神仙难断寸玉。他看一眼就知道最高才1万，太能吹牛逼了吧？敢不敢赌一把？我亲自在全场挑3块石头，如果切开后，你这店里还能找出任一块价值比我这3块高的，我愿意出100倍的价格把你那块石头买下来。100倍赔率，要是真被赵家行开出个10万的料子，100倍就是1000万。周婷疯了吗？100倍，小子，你懂不懂什么叫赌石？我这儿可都是缅甸老坑的料子。柳老板，敢不敢给我兜个底了？老娘既然答应了给你兜底，就是1000万的单我也买了。赵老板，敢接吗？大家伙可都听见了啊，这可是柳如烟亲口答应的100倍赔偿，到时候可别哭着求老子赖账。呵呵，这批货本就是我按吨称回来的公斤料，纯粹是拿来骗傻子的废石。但这么多石头，总不至于连一块超过1万的都没有吧？这小子纯送钱啊！好，我接了，有柳老板做保，我也不怕你们赖账。不过急什么？我下了重注，你也得押上筹码。你什么意思？如果最后证明你店里确实没有超过1万的货，说明你虚假宣传，坑害顾客，你必须当众赔偿100万，并且立刻闭店关门，滚出古玩街。什么？100万还要我闭店？小子，你胃口也太大了！老板，你不是说有100万帝王绿吗？跟他赌啊，怕什么？就是不敢赌，说明你心里有鬼。你这店里卖的不会真都是废石公斤料吧？赌就赌，老子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就这3块，切。2块冰糯种，1块干青，水头一般，最好的一块市场价大概在8000到1万之间。哎呦，还真没超过1万呢。赵老板，该你了，请吧。这块蟒带清晰，给我切。好了，废料。这块松花表现好，切，快切。裂进去了，全是柳裂，不值钱。老板，你那招牌上不是写着有镇店之宝吗？拿出来切呀，别藏着掖着了。对呀，我为了以防万一，花20万重金买了一块表现极好的半明料原石作为镇店之宝呢。那块石头绝对不止1万。赵老板，再不上真宝贝，你这店今天可就要关门大吉了。要是输不起，现在拿100万出来磕头认错，姐姐我也能大发慈悲放你一马呀。放屁！来人，把我的镇店之宝请出来，老子今天让你们死个明白！这种水，这颜色，这是极品帝王绿。完了！我的天，真的是帝王绿，涨了大涨啊！哈哈哈哈！极品帝王绿，就这一块，至少值100万。周婷，按照规矩，你要出100倍的价格买下来。刘老板，100万的100倍，那可是1个亿。我看你就是把聚宝斋卖了也赔不起吧？实在不行，你今晚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凶，高科技化学注胶染色石，实际价值100元，100倍买入将面临倾家荡产的亏损。中吉，宿主将获得大额酬偿金。小吉，宿主识破赌石真相，挽救受骗者。谁告诉你这破石头值100万了？怎么，穷鬼输不起想赖账？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这不是帝王绿是什么？周婷，我们被算计了，这可怎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极品翡翠，这是一块用高科技化学染料注胶做出来的假石头，表皮这层绿是用激光打进去的化学药水。天然翡翠在强光下反光是冷色调的白光，而大家看这块石头边缘泛着微弱的紫蓝色，这是化学染料在强光下的荧光反应。不信，师傅拿防风火机烧一下切口，马上就有刺鼻的塑料味。这怎么可能？这可是我花了20万买来的镇店之宝啊！花20万买一块价值100块的注胶假货，赵老板，你这眼光，得亏你还差19万9,900就能回本了。姓赵的，当众卖假货被抓现行，你输了，立刻赔钱，闭店滚蛋！闭店？
你做梦！老子是受人委托才来这儿开店的，我背后的大老板你们惹不起，想让老子关门门都没有，这钱我1分都不出。全场连1块过万的真货都没有，拿100、10块的化学毒石当100万古董卖。赵老板，这不叫开店，这叫数额巨大的商业诈架。退钱！你这个死奸商！报警抓他！居然卖注胶假货坑人，让他去坐牢。行，今天老子认栽，但你们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痛快，那家伙明显是针对我来的，只可惜他算漏了你。周婷，你到底还藏着多少本事？柳老板，你这是干什么？我是要我的报酬，帮你解决这么大麻烦，还白赚了100万。咱们55分账，50万转账吧。你这人是不是木头做的？钻钱眼里了是不是？给，马上转给你。老娘差你这50万吗？抱歉，我不是贪财，只是有了这些钱，我女儿就能用上最好的进口药，能少受点罪。你结婚了，连女儿都有了？没有妻子，只有前妻。3年前，他跟我最好的兄弟联手把我送进监狱，夺走家产，连我病重的女儿果果都被逼着改了姓。抱歉，我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反正现在对面闭店了，我店里也没什么事，我跟你一起去医院看看孩子吧。不用了，医院那边我已经请了最好的护工，而且太晚了，你一个老板娘跟着我跑，不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果果是个小女孩，你一个大男人难免有粗心的地方，我去更合适，就当是今天你帮我出气的谢礼。走吧。好。动手！原本只打算给那女人点颜色看看，现在把那个骑摩托的野男人一起给我送上路！柳老板，报警我们被盯上了。是赵家行的人。周婷，把我放下来，他们的目标是我，你一个人骑车能脱身？哼，把你一个女人扔下自己跑，我周婷还没这么窝呢。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凶，后方车辆携带管刀具，极度危险；小吉，前方右转500米有废弃厂房，地形复杂，宜做反击。抓稳了。去死吧！柳如烟！柳如烟，你挺住，我已经报警了，救护车马上到。你笑什么？你明明被刺中了。怎么，吓坏了？赵家康那群蠢货，拿把破刀就想要老娘的命。多亏了你之前卖给我的这件金丝软甲，我今天刚巧穿在身上防身。赵家康不过是个外地来的皮包商，就算今天在赌石店被我们当众砸了招牌，他也绝对没胆子在省城雇凶。他背后一定有人在暗中受益。不用猜了，赵家康不过是条想讨好主子的狗。是谁？其实我是省城亭顶级豪门柳家的真千金。当年医院报错，我吃了10几年的苦，好不容易才被认祖归宗。可那个占我位置的假千金妹妹，表面上跟我亲热，背地里撺掇着家族高层把我赶出柳家大门。柳氏集团，省城排名体5的超级豪门，替身千金夺位，驱逐真千金，这跟赵凯、宋丽丽害我的路子如出一辙。柳如烟，原来你身上背负的冤屈一点都不比我轻，所以你帮我是看中我的眼力，想借我翻身，夺回属于你的一切。是，我是个商人，从不做亏本买卖。可刚才你毫不犹豫挡在我面前，为了我跟歹徒拼命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理由没那么重要了。
柳如烟，你的仇我帮你报，和你的合作无关，只是因为我周婷见不得好人受冤枉。谢谢。周先生，您换的进口特效药效果太好了，孩子这2天精神多了，脸色也红润了，今天早上还自己下床走了几步呢。爸爸，果果醒了，看爸爸带谁来看你了。这是柳阿姨，是爸爸的好朋友。哇，阿姨，你长得真好看，就像童话里的仙女一样。果果嘴真甜，阿姨给你带了好多好玩的。阿姨给你讲故事好不好？钱来得快，去得也快，要真正站稳脚跟，把赵凯踩在脚下，我必须得有自己的根基，才能护住我想保护的人。明翠阁那块地，赵家康昨天连夜跑路了，房东怕惹事儿，在急转租。那位置正对我店门，风水极佳。你要是想开自己的铺子，拿下它，咱们成犄角之势，互相照应。你查得这么细，是怕我跑了？不是说同行是冤家吗？同行是冤家，但你不是。等我手头钱够了，就把铺子盘下来，股份你3我7，你出人脉渠道，我出货源眼力。成交，合作愉快。家、铺子、女儿、兄弟，当年我失去的一样一样，我都要亲手握回自己手里。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吉。明日凌晨，省城古玩市场将出现绝世漏网之鱼。中吉，宿主1日之内将有500万进账。小凶，明日将有口角纠纷。复仇的本钱，这不就来了吗？明天一早跟我去个地方，我们要开始赚大钱了。周婷，这里的货九假一真，水深得很，你带我来这儿找翻盘的本钱，是不是太冒险了？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吉。前方3米左侧地摊，用于垫桌角的破旧画轴，实为唐北虎的真迹春山伴侣图，100万元。中吉，正前方地摊木雕为汉阳白玉，保守估价2万元。小凶，右后方地摊青铜鼎为上周出品，保守估价7元，600万。只要拿下这幅画，我就有足够的资本把明翠阁盘下来，彻底打响第一炮。老板，这破画轴看着挺有年代感，500块卖不卖？哎呀，小兄弟，你看你这眼光太毒了，这是我祖传的宝贝，清朝的人呐，今天刚开张，图个吉利，500块拿走。哟，这不是我们刚从局子里出来的婷哥吗？怎么，婷哥刚出狱没几天就混不下去，跑到黑市来捡破烂了？张强，前几天刚被拘留出来，这就又想进去了。周婷，我有凯哥做靠山，你可没有。你要是没见过好东西，就赶紧回家种地去吧，拿500块买个垫桌角的破烂，别在这丢人现眼了。这里水太深，500买个垫桌角的破烂确实不划算啊。这小子不会是想在人家美女面前装逼吧？可惜了，装不起来呀。听见没？你就是再装，破烂终究是破烂。是吗？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这笔法，这印泥的包浆，这是唐伯虎的真迹，绝对是大开门的真品。画中画装裱术，古人把真迹藏在劣质仿画下面躲避战乱。这幅春山伴侣图，如果上拍卖行，至少价值600万啊！神仙眼力啊，这是真大神！600万，这怎么可能？张强，回去告诉赵凯，想拿你这种小喽啰来恶心我，他还不配。这位先生，这幅画我出650万，当场转账，绝不拖欠。成交。这就赚了600万，前后不到10分钟。那当然，现在本钱够了，我们现在就去把明翠阁盘下来，以后我周元也有正儿八经的安身之所了。开店是吧？我要马上告诉凯哥，让你的店开不起来。孙大志，谢谢。周老板，以后我可就跟着你混了，你可得护着我呀。给周老板上贺礼。哎呦，周婷，开业大吉啊！这破掉的财神像可是赵总专门定制的，很喜庆吧？跟你们这家店简直绝配。赵凯，你太过分了！胖子，
退下！怎么想动手？老子今天就是来砸场子的。就你，曾经被我送进去的手下败将，也想翻身？完了，周老板刚开业就惹上身价上亿的赵凯，这家店算是彻底完了。是啊，民不与妇斗，这生意还怎么做啊？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凶。财神像内部均安装有微型性窃听器，该设备正处于实时传输状态，连接至私人箱手机中级。宿主因祸得福，名望将获得提升。小凶，今日多发口角飞声，小心行事。赵凯啊赵凯，你想窃听我的商业机密？你这可是亲手给自己送来了一副银手镯。赵凯，我看你这是给自己挖的坑吧？周婷，哈哈，你在牢里蹲了3年，脑子蹲坏了吧？在这儿跟我虚张声势！来人，把这座财神像摆在正中间，我要让他的店好好喜庆喜庆。慢着！我要实名举报，赵氏集团董事长赵凯涉嫌使用非法窃听设备，进行恶性商业间谍活动。证据就在他刚刚亲手送到我店门口的这尊财神像里。周婷，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窃听器？你这是赤裸裸的诽谤！老子堂堂赵氏集团董事长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搞你？下三滥的人用下三滥的手段不是很正常？赵董，别急着跳脚，是不是诽谤不是你一张嘴说了算的。这里有人涉嫌非法使用窃听器材，侵犯商业机密，是我报的警。请你们立刻检查这尊肖像，里面藏有非法窃听器备。别听他放屁，这小子刚从号子里放出来，他就是蓄意栽赃。查！快拍下来，真有窃听器！赵氏集团董事长居然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人赃并获，跟我们走一趟。误会，这绝对是误会。周婷，对，是周婷自己放进去栽赃陷害我的。赵董，这窃听器接收端可是连接着你的私人手机，栽赃？你觉得大家是傻子吗？去局子里慢慢解释吧。里面的牢饭，3年前你和宋丽丽联手请我吃过，现在轮到你自己进去品尝。周婷，你给我等着，老子不会放过你的！完了，赵凯被抓了，那我欠下的500万赌债和高利贷怎么办？不行，我得想个办法，让周婷出点血。没天理了！就是这个没良心的负情汉，自己开这么大的鉴宝店，日进斗金赚大钱，却连自己亲生女儿的1分钱抚养费都不肯给啊！这又是在唱哪一出？可怜我们那才几岁大的女儿果果，现在得了重病，他这个当爹的只跟着新欢在这儿开店，对我们女儿不闻不问，一毛不拔。不会吧？这老板看着挺正派的，怎么连亲生女儿都不问？就是啊，再怎么跟老婆有恩怨，孩子是无辜的呀，这也太丧尽天良了吧！周婷，今天这么媒体和街坊邻居都在这看着呢，你想平息众怒，保住你这家店的名声，就马上给我打500万的抚养费！你胡说八道！果果生病住院这么久，你分明就没去看过果果一面，现在跑来要抚养费，你还要不要脸？是啊，我弟弟对我侄女可好了，有了钱马上就去给女儿治病，反倒是你才是不闻不顾的那个吧？说1000道1万，他进监狱整3年，女儿难道不是我在照顾吗？你说我不管不顾，谁才是不管不顾的那个？那3年我会弥补女儿，但你的照顾就是这个吗？那些衣服不是还能用吗？别浪费老娘买名牌包的钱。这还是亲妈吗？为了买包，连亲生女儿治病特效药都不给买，这种女人简直蛇蝎心肠。你居然调了监控，你这是断章取义！我是为了女儿好，我想锻炼她。明明是你自己的私心，却口口声声为了女儿好。你要是再敢拿果果说事，我马上报警抓你，涉嫌巨额赌博、敲诈勒索，让你跟赵凯一去牢里团聚。唉，你这个前妻真不是省油的灯，只希望以后能安分点儿。哎，我得赶紧去招待客人了。周老板，这次算是因祸得福啊，被他们这么一闹，
你这洲际鉴宝阁的名气算是在古玩街彻底打响了。这只是个开始。老板，你们这儿收古董吗？我这有件祖传的宝贝。这位老先生，您要不先去洗洗？这碗看着确实有些年头了，但品相太差，恐怕不值什么钱。大爷，我们这是正经古玩店，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收的。今天是我们开业第一天，您在这儿实在不好看，影响我们做生意。这200块钱您拿着，去对面饭馆吃顿热乎饭，赶紧走吧。老板，我真不是来要饭的，我孙子重病在医院等10万救命，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把祖传的碗拿出来卖。求求你们给点钱，给孩子买点药吧。少在这儿道德绑架，赶紧把他轰出去！胖子，住手！我们打开门做生意，看的是东西，不是看人。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吉。北宋汝窑天青釉莲花洗，表面被百年皂底黑灰与油污包裹，洗净后价值50万。中吉，宿主眼里惊人，名望最长。小吉，老先生孙子病情将得到妥善处理。这只碗是一件稀世珍宝，大爷，这东西我洲际鉴宝阁收了。稀世珍宝，哈哈哈哈！周老板，一个沾着馊水味的破碗，你当成宝贝？你这鉴宝阁干脆改名叫废品留缩站得了。霆哥肯定是看到这大爷为了救孙子，想到了果果，动了恻隐之心。小婷啊，哥知道你心善，看不得孩子受苦，你就当做善事，随便给他拿个几百1000的，把这碗留下得了，别为了个破烂炸了咱们店的招牌啊！原来是可怜人家啊！做慈善就去十字会，在古玩街装什么大尾巴狼？请大家静一静。周婷的眼光在这古玩街绝对是第一流的。他说这破碗是宝贝，那就一定是宝贝。我柳如烟无条件信他。胖子，去打一盆温水来，加点白醋和去污粉。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刚来。这就是传说中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莲花洗。全天下存世的汝窑器物不超过100件，这一件价值至少在100万以上。100万，我有钱救我孙子了。老板，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您是我走过的第11家古玩店，碰到的唯一一位愿意帮我看看古董的人。这只碗的钱，我愿意分您50万。我愿意分您50万。50万？大爷，您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要。周老板，要不是您，这碗就被当成破烂扔了，这一半是您应得的。我周婷打开门做生意，讲究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碗是您祖传的物件，卖出的钱财自然全数归您。我只按古玩行的规矩抽取5%的代卖佣金，多1分我都不会拿。您孙子后续的治疗和日常生活，处处都需要这笔钱。周老板仗义，面对50万重款都不动心，这人品这眼力简直绝了！周老板，刚才是我有眼无珠，以貌取人。冲您这顶尖人品和格局，今天我必须在您店里请一尊玉佛回去，谁也别跟我抢。霆哥，发了，咱们今天彻底发了。加上那只汝窑洗的佣金，还有今天店里卖出去的各种古玩玉器，咱们开业第一天净利润直接突破了50万。好啊，小婷，你不仅站起来了，还成了咱们周家的骄傲。咱爸在天之灵看到一定会高兴的。哥，嫂子，这只是个开始，以后我会让你们过上最好的日子。柳老板，今天多谢你，在所有人都怀疑我的时候，只有你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挺我。少来这套，光嘴上说谢可不行，总得有点实际表示。哈哈哈哈，那是自然。今天咱们大获全胜，
不仅把赵凯送进去了，还彻底打响了咱们周家鉴宝阁的招牌。咱们走，今晚我做东，去市里最贵的酒楼，咱们吃庆功宴，不醉不归。开业第一天净赚50万，凭什么？3年前他周婷开公司赚钱就像捡钱一样容易，现在开个破古董店还是这么火爆，老天瞎了眼吗？赵董，您息怒，您刚被保寄出来，这段时间咱们还是别轻举妄动，先避避风头吧。避风头？老子能把他周婷拉下车一次，就能把他踩死第2次，我绝对不允许他再爬起来。按计划行事，事成之后，许诺你的不会少。是，赵董，我这就去办，保证让他关门大惊。事成之后，我许诺你的100万会如数打进你的账户。来，这杯酒敬咱们婷哥，祝周界鉴宝阁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干了！干杯！每日一卦出发，今日运势大凶，店内高价珍品被替换为赵氏集团地下古王生产的顶级赝品，明日营业将面临售假申报明免之灾。中吉，提前留存证据，将获得赵氏偷税储存戒指线索。小凶，市境内周记鉴宝阁将产生负面流言。周婷，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没什么，只是有人憋不住了而已，不用担心，我会处理好的。王队，就是这家店，我实名举报，周记鉴宝阁挂羊头卖狗肉，倒卖假冒的明代青花瓷，坑害消费者，数额巨大，性质恶劣。周老板，我们接到群众实名举报，怀疑你店内藏有重大造假文物，为了对消费者负责，我们需要进行全面搜查。身正不怕影子斜，王队，您随便查，我们绝对配合。哎呦喂，风水轮流转啊，现在轮到我们举报你了，说不定还能通过举报你立功减罚呢。周婷，你这辈子所做的一切都是给我垫脚的，还是这么爱吹牛。大家看，这就是假货，这贼光，这劣质的画工，底部连明代官窑的款制都是错的。周婷，你卖假古董，诈借金额高达100万，你准备把牢底坐穿吧？我看这次谁还能救你？周婷，你完了。是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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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赵凯，既然你想玩偷梁换布，那我就陪你玩玩大的。你胡说八道什么？这胎质细腻如玉，这酥麻离青的独特晕散效果，这温润的釉色，这明明是大开门的明代宣德青花真迹。这件古董花瓶保存如此完好，市场价值至少300万起步，你管这叫假货？你是不是瞎了眼？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明明是我在赵氏造假的门店里拿的假货啊，怎么可能是真品？你拿的？也就是说，你想拿假货诬陷周老板？王队，我们周氏鉴宝阁每晚闭店都会清点货品，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造假的花瓶，我特意将计就计换成真品，就是想看看能调出来什么。看来有人果然上钩了，甚至还吐出来更多的东西。好啊，你胆子太大了，居然敢拿我们古董鉴赏局当枪使来报复你的私人恩怨，你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来人，把他给我铐起来！他现在还在保释期，数罪并罚，从重处理。是他干的，是我的助理干的，我真的不知情啊！要抓也是先抓他。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吉。助理的黑色公文包夹层内藏有一枚记录了赵氏集团偷税漏税8-7万的 UP。中吉，该证据移交监管后，赵氏集团资产启动清算，名下地价债权可全额收购。小凶，宋丽丽得知企业破产后，会前往门店敲诈撒泼，门店监控可完整留存影像。她指使你做事，转头就把所有错全推给你，你甘心就这么认下，白白做替罪羊？如果你知道什么，
主动举报是能减刑的。他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我要举报！赵氏集团不仅造假，还偷税漏税，数额高达8000万，这就是证据！不，放过我吧！放过你，赵凯。3年前，你和宋丽丽联手做假账，把我送进监狱的时候，你们放过我了吗？王队，你也听到了。这枚 U 盘里是赵氏集团偷税漏税8000万的铁证。周老板放心，如果证据确凿，赵氏集团绝对跑不了。带走！你们不能这样，这是栽赃！赵凯，我们这笔账也算清了，日后你就眼睁睁看着我越走越高吧。医生伯伯说果果的病全好了，今天就可以出院了。对，果果病好了，爸爸今天就带果果回家。果果真漂亮，简直就是童话里走出来的小公主。明天就是果果的生日了，阿姨给你准备了一个超级大的惊喜哦。谢谢柳阿姨，果果最喜欢柳阿姨了。好小。婷哥，今天这排场够大的啊！不过我看今天的主角可不止果果一个吧？柳老板为了这个生日宴，可是推了所有应酬，忙前忙后张罗了好几天呢。嫂子这位置稳了啊！果果，这是阿姨亲手给你烤的蛋糕，祝我们的小公主永远健康快乐，快许愿吧。我的生日愿望是希望爸爸和柳阿姨能永远在一起。果果喜欢柳阿姨，想让柳阿姨当我的妈妈。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我愿意。周总，咱们3家分店这个月的净利润已经突破了1200万，3个月下来合计3800万，资金链非常充足。抽调800万出来，打到胖子的账户上。你对你这个兄弟可真够大方的，800万说给就给。当年我坐牢，是胖子砸锅卖铁帮我照顾果果。现在我站起来了，我承诺过要让他开上省城最大的豪车俱乐部，我周婷说到做到。钱我有了，人脉我也在积累。听说赵凯那边已经穷到开始抵押赵氏债权了。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吉。赵氏集团资金链彻底撕裂，其核心资产抵押债权价值5000万，正被以1000万的极低价格傲售。中吉，无人与宿主进行购买竞价。小吉，宿主无任何收购赵氏集团资金风险。1000万买5000万的债权，真是天助我也。如烟，帮我联系下银行，我要买下赵氏集团所有的核心债权。我们确定关系3个月，难得看你这么开心。你想直接捏死赵凯？好，我马上安排。这何止是捏死赵凯，这是正儿八经把曾经属于我的周氏拿回来。周老板，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公司被查封了，高利贷天天堵门。我听说我公司最后的抵押债权被一位神秘富豪买走了，只要债主同意宽限，我就还能活。周婷，赵氏曾经也是你的周氏啊，你现在这么有钱，你帮我引荐一下那个神秘富豪好不好？睁大眼睛看清楚，你口中的神秘富豪就是我。果果，明天爸爸就要跟你柳阿姨领证了，以后她就是你真真正正的妈妈了。那我可以最后跟舅妈妈打一个电话吗？我入狱3年，果果也确实跟宋丽丽相处3年，算了，就最后打个电话，以后天涯陌路，再不相见。
好，爸爸帮你打。干什么？你这个拖油瓶这时候还要跟我添乱，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了。带果果回房间，把门关上。宋丽丽，你干什么？老子还没死呢，你就想卷钱跑路？赵凯，你现在就是个背了5000万债务的穷光蛋，我不拿点钱，难道留下来陪你一起要饭吗？赵凯，当年要不是我帮你伪造假账，能有今天？放屁！3年前是我把他送进监狱的，没有你老子也能成。你算个什么东西？赵凯、宋丽丽，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全部录音了。周婷，你敢套我的话？这份录音我会提交给法院。赵凯、宋丽丽，准备迎接重审吧！你们欠我3年的牢狱之灾，我要你们加倍偿还。事情都已经彻底解决了，赵凯和宋丽丽这次数罪并罚，下半辈子都别想从牢里出来。大仇得报，你应该开心点才是。我只是觉得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3年前我失去了一切，被人踩在脚底。3年后，我不仅拿回了属于我的东西，还遇到了你。如烟，我很开心，真的，能遇到你，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傻瓜，这也是我的幸运。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别忘了，明天可是个大日子，我们明天就要去领证了。没错，明天你就是名正言顺的周太太了。妈妈，哎，果果乖，妈妈以后永远陪着你。太好啦，果果终于有妈妈啦！别的小朋友再也不能笑话果果了。以后果果有妈妈了。怎么了，周太太？昨天晚上你还劝我开心点，怎么今天领了证，轮到你不开心了？该不会是后悔嫁给我这个二婚带娃的男人了吧？我可告诉你，现在后悔也没用，贼船你已经上了。去你的！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正经了。是我家里出事了。周婷，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那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妹妹柳如一吗？记得。怎么？她又做什么妖了？我刚接到我安插在集团内部的亲信发来的密报，这个柳如一正在暗中收购柳氏集团散股。明天就是我爸寿宴，我怀疑他想趁机再要点股份，架康我爸的权力，彻底把控柳氏集团。明天你得陪我回一趟柳家。好，你放心，现在解决完我这边的事儿，就轮到你这个妹妹了。这出真凤假晃的戏码，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老婆柳如烟才是正儿八经的真凤凰。哟，我那个在外面吃了10几年苦的乡下姐姐回来了。听说她最近在古玩街跟一个蹲过局子的混在一起，这传出去了，可叫我们柳家的颜面往哪儿搁啊？爸，祝您福如东海。这是我的合伙人，同时也是您的女婿周婷。周婷，最近在古玩街风头很盛的那个年轻人，听说你彻底弄垮了赵家，手段够狠。刘董过誉了，初次登门略备薄礼，不成敬意。一个开小古董店的，能拿出什么好东西？里面装的不会是地摊上几百块买的破烂吧？姐姐，今天可是爸爸的60大寿，你就让他拿这种垃圾来糊弄？就送一枚破戒指，姐夫您这可真够寒酸的。不过跟我姐姐倒也般配，果然是。这是老坑玻璃种帝王绿扳指，这玩意儿可是有市无价呀！好，极品。周婷，你这眼力倒是比我手下的古玩鉴赏师还更胜一筹。
这算什么？爸，为了您的寿旨，我可是花了1个亿从其他地方拍回了咱们柳家祖传的物件。抬上来，我要让某些没见过世面的人开开眼。爸，各位董事，这尊元清华是我动用了1个亿的资金买回来的绝世珍宝，有这件镇族之宝在，我们柳氏集团必将更上一层楼。二小姐真是大手笔啊！这才是柳家继承人该有的魄力和眼界。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凶，此元青花为现代高仿工业品，采用化学做旧手段，底部胎品后含有殷殷的娇羞承怒。小吉，柳如烟在柳氏集团声望提高。1个亿，买个200块的现代工业废品。柳二小姐，您这手笔确实比周某大多了。什么？你说这只值200？这是国际顶级鉴定师开过证书的。姐夫刚来我家就这么针对我，我这做妹妹的这么让你不满吗？还是说我碍着我姐姐的眼了？来人，把这个胡言乱语污蔑二小姐的给我拖下去！谁敢放肆？爸，您刚刚还夸过周嫣的眼力，不如先听听她怎么说。既然姐姐这么护着，那就听听吧，看她能说出什么花来。连国际证书都不放在眼里。国际证书？那种废纸我一天能给你印1万张。元青花使用的是苏迷离青料，有深入胎骨的铁锈斑，而你这尊表面的斑点是腐蚀出来的化学痕迹。更可笑的是，大家看清楚，这胎土里面竟然还夹杂着一截现代的塑料包装丝。元朝人难道已经发明塑料袋了吗？哦，真的是塑料丝，这是彻头彻尾的假货。1个亿买个现代工业废物，柳二小姐，你就是这么拿柳氏集团的资金当儿戏的？真是塑料丝，这造假技术也太低劣了，简直是把柳家当猴耍呀！爸，我是被骗了呀！我每天为了集团的业务跑断了腿，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柳家的颜面啊！董事长，如茵这孩子虽然眼光差了点，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能真的是被人做局骗了。您消消气。够了！今天是我60大寿，还嫌不够丢人吗？来人，把这件假瓷罐给我封存进仓库。这件事寿宴过后再查。周婷，我爸还是心软了，没有当场办他。别急，狗急了才会跳墙。他今天丢了这么大的人，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好戏还在后头。柳如烟一回来就坏我的好事，原本想着让老爷子寿宴上多给我一些股权的，钱不是问题，我要你们连夜发通告，就说柳如烟名下的聚宝斋和洲际鉴宝亭长期倒卖没有合法手续的出土文物，我要让他明天一早就身败名裂。李叔，只要您明天在临时股东大会上支持我，逼柳如烟交出古玩采购权，我保证年底的分红我私人再给您加3个百分点，咱们联手彻底吸食他的股权。二小姐放心，柳氏集团还轮不到一个刚回来没几天的野丫头做主。明天的大会，我们几个老家伙一定挺你。这个贱人居然雇水军造谣我们的店倒卖出土文物，现在工商和文物局已经来查封我们的仓库了。他还趁机拉拢了董事会，要在今天上午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罢免我的职务。别自乱阵脚，大规模水军造势，收买多位董事会元老都需要巨额资金支撑，他手里根本没有这么多可调动的闲钱。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吉。柳如茵与地下造假作坊结算1000万回扣，中饱私囊，证据为10分钟内所在9宫内声望大减。原来他的底气是贪污了柳氏集团的公款。如烟，你现在立刻去股东大会。爸，各位董事，你们都看到了，柳如烟为了自己的私利违规倒卖文物，现在已经被立案调查。记住，这种人怎么配继续分管我们柳氏的古玩采购大权？没错，大小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集团声誉，我提议立
立刻罢免柳如烟的一切职务，由二小姐重新接管。你们这是血口喷人，那些证据全是伪造的。伪造的？姐姐，董事会可不听你狡辩，现在开始举手表决，同意罢免柳如烟的，请举手。表决，我看谁敢举手。柳如烟，你还是先解释一下你贪污集团上亿通款的事吧。你纯粹胡说八道，根本不存在什么贪污流水，这些文件全是你恶意伪造栽赃。上个月，你通过3家空壳皮包公司分7笔，累计向福源古玩松坊划转8600万公款。这家工坊法人正是你的大学同班同学，需要我现在拨通对方电话，当场连线对质吗？这怎么会？不可能啊！爸，一定是有人恶意设计栽赃我，你千万要相信我。如音，这笔转账动用的是集团财务部专属对公账户，全公司只有我和你拥有审批操作权限，账目痕迹做不了假。柳如音，我们一众元老平日里处处偏袒维护你，你竟然背地里挪用集团上亿资金中饱私囊，良心何在？亏我们刚刚还盲目听信你的假话，为难大小姐。柳如烟一心为集团长远发展，才是真正心系柳家基业的继承人。柳如心，即刻起停职，接受内部与财务联合调查，古玩采购全部权限全部移交柳如烟全权加管。柳如烟，你以为你赢了？春拍大典还有3天，我等着看你身败名裂！春拍压机古董，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移抵柳氏安保仓库。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如音，你果然要在春拍上动手脚。周先生、刘总，您放心，我们这里24小时红外监控，3道防爆门，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周先生，按照规定，没有鉴定师和刘董的双重授权，任何人不能触碰拍品。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意，展品将会通过此展柜调包。中吉，调包未完成，柳如一计划破灭。小吉，拍卖会顺利举行。老王，明天凌晨3点到4点之间，我要带我的私人鉴定团队来做一次独立核验，到时候你带人在这里接应。没问题，周先生放心。殷姐，东西拿来了，这是完全按照原件尺寸釉色化工1:1复制的高仿品，用的是景德镇老料配新型化学釉，不上手根本看不出来。真品明天凌晨3点换出来，直接送到我手上。我要让柳如烟在春拍上当众出丑，一辈子翻不了身。李教授，明天春拍，劳烦您把鉴定环节推得干净利落些。二小姐放心，我干这行20年，只要我说是假的，它就是假的。柳如烟，姐姐，明天我要让你在全国富豪面前跪着求饶。几位，手脚挺利索啊，不过你们是不是忘了看天花板？撤！多亏你提前布置了第2层监控，不然这次真的栽了。别高兴太早。柳如音买通了鉴定师李教授，明天的春拍，他会在台上当场宣布鸡缸杯是赝品。我们要做的是将计就计。各位来宾，今晚最后一件压轴古董，便是这尊举世闻名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经我本人及国际拍卖协会3位权威鉴定师联合核验，此件拍品系高仿赝品，年代不超过20年，成交价
不超过500元。什么？柳氏集团拿赝品骗我们？这就是顶级集团级的信誉？如烟，怎么回事？姐姐，你怎么能拿假货来糊弄全国的贵宾呢？你为了省钱牟利，连柳家传承100年的声誉都不要了吗？爸，我早就说过，姐姐流落在外10几年，她根本不懂古玩珍品，根本担不起这份重任。李教授，你的鉴定怕是早就被人买通了，真假对错一目了然。不如你再上看一看，到底哪只是假的。你是什么人，竟敢质疑国际拍卖协的权威鉴定？保安，立刻把他给我轰出去！李教授，你当众断言台上这件是赝品，那我问你，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传承600年，业内公认的核心鉴定标准，你敢当众细说吗？自然是胎釉彩3大核心要素。台面这件釉色发贼刺眼，胎质粗糙松散，毫无官窑温润质感，分明就是现代高仿。真正的明代成化斗彩，采用官窑秘制矿物材料，麻参土糯米胎，历经数百年依旧釉面莹润，色泽沉稳，100年不退不变。但凡现代化学颜料高仿，遇我这特制显色试剂，必然瞬间褪色漏底。我敢拿这只确定的赝品当众试验，你敢不敢拿台上这件你口中的假货再测一次？我好心提醒你，损毁国家级古董文物，涉嫌刑事犯罪，是要坐牢的。昨天凌晨3点，柳如英暗中雇佣黑衣人潜入柳氏安保仓库，偷梁换柱，调换珍品鸡缸杯，全程被我提前布下的双层红外监控完整拍下，人证物证俱全。你误以为珍品已经被换走，被柳如英重金买通，罔据行业规矩，践踏职业操守，当众颠倒黑白，将传世珍品污蔑为廉价赝品。我倒要问问，你身为权威鉴定教授，你的底线和操守到底在哪里？原来从头到尾都是圈套，蛇鼠一窝，横仄一气，简直胆大妄为！我说鉴定结果怎么武断仓促，毫无细节，原来是提前收钱做局，故意坑骗众人。诸位，真正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我昨夜已经第一时间追回，交于刘总，交还刘董妥善保管。今日春拍，柳氏集团从未有半分欺诈之心。这尊传承600年的传世古董，干干净净、堂堂正正陈列在此。各位，我刘某人在这里郑重宣布，周庭先生互保有功。即日起，我将柳氏集团干股10%无偿赠与周庭。从今以后，他就是我柳家的首席鉴宝大师。柳如英，你为一己私欲，把整个柳氏陷于险境。从此以后，柳家再没你这号人。你们等着，我还没输，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大兄，3日后，沟内最价值5亿的高仿古董批量注入，有监管局联手。小兄，短期内柳氏集团声望受到影响。回首里，柳如英，你们这是要拉着整个柳家陪葬！周先生、刘总，出大事了！从昨天到今天，全国17家直营店收到累计300多件退货，客户统一投诉，说我们卖的高古瓷器是赝品。索赔金额累计已经超过2000万。怎么回事？我们的供应链一向由专业团队把关，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假货？是鬼手里的手笔。这种釉面做旧处理方式是地下造假圈独有的手法，精密到连 X 光都检测不出破绽，唯独靠嗅觉能闻出残留的特殊焦糊味。1个月前入库的第3批高古瓷，总数800件，全部来自同一个供应商恒源古瓷，且这批货的采购审批人是柳如烟，这是他被停职之前签字敲定的最后一笔采购单子。是我养虎为患，是我心软，没有早点把他彻底清理出去，现在整个柳家都要被他彻底拖垮了。这批假货必须全部追回，而破解僵局、彻底溯源的关键，就是找到鬼手里的造假老巢。如烟，立刻帮我调取恒源古瓷的所有送货记录、全程运输路线。这一次，我要亲手把这个根深蒂固的造假帝国连根拔起。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鬼手里行踪隐秘，他的老巢壁垒重重，根本没那么容易找到。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
我自有办法。你只需在3天内稳住所有客户情绪，帮我争取足够的调查时间。3天为期，我必定带着所有珍品尽数追回，同时将柳如烟与鬼手里的全部罪证查实，一并送他们伏法入狱。周老弟，柳氏集团的事儿我听说了，市面上突然涌现大量高仿古董，影响极其恶劣。古董监管局正准备立案调查，你这时候来找我，是已经掌握线索了？王队，我已经查到这批假货的源头，幕后操盘者是省城地下造假圈的头号头目鬼手里。鬼手里，这老狐狸生性狡猾，行踪诡秘。我们专案组暗中盯了他整整3年，始终没能查到他的藏身老巢。我知道他的藏身之处，就在城郊西山废弃的7号山洞。好，既然你这么肯定，那我们立刻动身，亲自前去探查抓捕。李老大，干得漂亮！现在柳氏集团的退货电话早就被打爆了，柳如烟那个贱人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只要明天一早媒体全面曝光，柳氏集团就彻底宣告破产。二小姐尽管放心，我鬼手里亲手做的赝品局工艺足以以假乱真，就连国家级资深专家都看不出半点破绽。不过咱们事先说好，事成之后柳氏的产业我要分3成。没问题，只要能把柳如烟和周婷狠狠踩在脚底，别说3成，半数产业我都可以分给你。你们果然藏在这里。柳如英为了一己私怨报复亲姐，竟然勾结外人，蓄意毁掉自家几代人的基业，实在冷血无情。周婷，你怎么可能找到这个隐秘据点？周婷，你怎么会在这里？你都听到了什么？该听的不该听的，我全都录得一清二楚。柳如英勾结地下造假集团，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单凭这一条罪名，足够你在里面踩一辈子缝纫机。好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啊！鬼手里，你真以为我是孤身一人来送死的？全部不许动！所有人立刻抱头蹲下！完了，全完了！我苦心经营10年的造假基业，竟然就这么轻易被人端了！不，我不要坐牢！我是柳家2小姐，你们没有资格抓我！从你暗中调包姬刚天，蓄意陷害家人的那一刻起，你就早就不是柳家人了。带走。周老弟，你带我来这光秃秃的石壁前干什么？这里看着根本没有任何异常。王队，造假牟利只是鬼手里的表面手段，他真正压箱底、价值连城的宝贝，全部藏在这个隐秘之处。这是3年前文物失窃案中失踪的商代青铜方尊，还有这些宋代民窑瓷器，每一件都是大师级传世珍品，整体价值至少超过10个亿。王队，这些全部是鬼手里多年来非法搜刮私藏的珍贵古玩文物。今日，我周庭代表柳氏集团，将所有文物偿上交国家。各位记者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全力侦破与彻查抓捕，盘踞地下10余年、搅动整个古玩圈的鬼手里造假集团，现已被彻底一网打尽。主犯鬼手里以及16名核心骨干全部悉数落网，认罪伏法。同时，我们已迅速追回所有被调包的高仿古董，为所有受害客户重新换回真品藏品。所有退货索赔事宜将在3日内全部赔付到位。周婷，不，是我的好女婿。我刘某人做的最正确、最庆幸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女儿嫁给了你。从今往后，柳氏集团所有古玩采购、文物鉴定核心业务全权交由你负责。你就是我们柳家当之无愧的擎天柱。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分内之事。鬼手里已然伏法倒塌，但地下古玩造假的灰色市场依旧尚未根除。我周庭在此立誓，余生将深耕古玩行业，净化行业风气，严查赝品，杜绝造假，绝不让一件高仿假货流入任何一位收藏家手中。
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凶，发信人为省城第一豪门秦家。中吉，秦氏流动资金存在巨大缺口。小凶，宿主将成为秦氏首要目标。秦家，省城真正的无冕之王。看来这次来的是一条真正蛰伏已久的顶级大鳄。还在查那条短信？秦家，省城第一豪门，横跨地产、金融、能源三大行业，家族资产超过2.4亿。更重要的是，秦家老爷子秦万山是10年前最大地下文物走私青铜门案的最大嫌疑人，但当年因为证据不足，最终不了了之。你是说，鬼手里只是秦家养的一条狗？他那些高仿古董的销售渠道和资金流背后，真正的主人其实是秦家？极有可能。鬼手里能在全国范围内如此肆无忌惮，没有顶级豪门做保护伞根本不可能。他们发这条短信是在警告我，不要多管闲事。那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凉拌。他们越是想要我退缩，我就越要迎头撞上去。我周庭从不畏惧任何人。秦满山，你就是10亿帝国的根基，我也要让你摇一摇。爷爷，查清楚了，周庭3年前被合伙人赵凯陷害入狱，出狱后靠一家小古玩店起步，3个月内扳倒赵凯，吞并柳氏古玩业务，断掉鬼手里的老巢。此人是个硬骨头。哼，我们秦家吃掉的硬骨头还少吗？派人盯住他的一举一动。另外，下周省城古玩协会要办一场鉴宝大会，由我们秦氏赞助，你去给周庭送一份邀请函。爷爷，你邀请他？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断了我一条财路，我总得回敬他一杯茶。我倒要看看，他能在我秦家搭的舞台上翻出多大的浪。周大师，久仰大名，我是秦氏集团的秦宇。下周省城古玩协会将举办3年1届的鉴宝大会，届时全国顶尖收藏人和鉴定大师齐聚一堂。家父特命我亲自送上邀请函，请您作为特别嘉宾出席。秦公子亲自登门送请柬，这份面子可太大了。不过我们家周庭最近刚忙完鬼手里的事情，身体还有些疲惫。刘总说笑了，鉴宝大会是古玩界最高规格的盛会，周大师如果不来，这大会可就失色许多。更何况家父还准备了一件压轴藏品，想在大会上请周大师现场长长眼。莫非周大师怕了？怕字怎么写，我还没学会。秦公子放心，下周我一定到场。正好我也想认识认识省城真正的大人物。廷哥，秦家那可是省城的土皇帝，他们主动送请柬，肯定没安好心啊。我听说秦家老爷子秦万山当年在古玩界就是出了名的笑面虎，被他盯上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越是这种局面，越不能躲。秦万山请我去鉴宝大会，无非是想当众给我一个下马威，或者用一件所谓的压轴藏品来试探我的底细。那你打算怎么应对？正好，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让全国古玩界的人都看看，我周庭不仅敢动鬼手里，也敢撬秦家的长脚。如烟，帮我整理一份秦家这些年在古玩圈的所有公开交易记录，我要提前做功课。好。每日一卦触发，大凶，7天后的鉴宝大会上，秦万山将展示一件大师级玉璧，此玉璧实为高仿赝品。大吉，鉴宝大会将有价值上亿的古董出世。中吉，宿主将在此次拍卖会声望大涨。秦安山，你想在鉴宝大会上给我设套，那我就把这套原封不动的套回你自己脖子上。秦家10亿的帝国，就从下周的鉴宝大会开始，我周庭要在你们搭的台子上，让你们自己摔下来。诸位，今日鉴宝大会，我秦家特意准备了一件压轴古董，请全国藏友共赏。这玉质，这沁色，难道是汉代宫廷用玉？周大师，听说你最近风头正盛，不如上台替大家长长眼。来者不善。
今日运势大凶，此玉璧为高仿赝品，采用激光微雕做就，并注入人工沁色，外层包裹真玉薄片，内芯为廉价石料，3000元。中吉，秦氏声望将受到巨大影响。小凶，本次鉴宝大会亦有口角纠之。秦老爷子，这玉璧，您确定它是真品？周婷，这是我花了千万买下的玉璧，你这么说话什么意思？汉代玉器讲究千年沁色入骨，而诸位请看，这沁色在紫光下泛着均匀的荧光，这根本就是假货。真的，边缘有细微的激光切割痕迹。周婷，你竟敢当众污蔑我秦家！秦老爷子，我只是实话实说，您要是觉得我说错了，不如现场请3位独立鉴定师联合核验。诸位，今天来主要是鉴宝，光看这个有什么意思？不如请大家移步寻宝区。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吉。鉴宝大会外围寻宝区第5排角落，标价500元的破旧窑罐，实为南宋官窑八方瓶，市场估价1亿2000万。中吉，10日内此八方瓶无人问津，没有竞拍情况发生。小凶，宿主将被秦氏紧盯动向。秦家，你们送我的下马威，我还给你们，现在该我收点利息了。你怎么突然跑出来了？里面正吵得不可开交呢。如烟，把卡给我，今天咱们要发一笔横财。老板，这个罐子500块，我要了。拿走拿走。一堆破烂，要不是秦家开了鉴宝大会，把这些破烂花在寻宝区，放这儿半年没人看一眼。这是南宋官窑，南宋官窑八方瓶，天哪，这可是存世古品，至少值1个亿。这位先生，我出1200万卖给我出3000万。此瓶不卖，明日我将它送上国际拍卖行。爷爷，周婷在寻宝区捡漏了一件南宋官窑孤品，估价至少过亿。明天拍卖会，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这件东西绝不能让他顺利出手。秦家重金买了假货，却叫他捡漏了珍宝，我秦家丢不起这个人。各位，这件南宋官窑八方瓶经6位国家级鉴定师联合认证，系存世孤品，起拍价5000万，每次加价不低于500万。5500万。6000万，7000万，已经7500万了。1亿！1亿第一次，1亿第二次。秦公子，你出价1亿是诚心收藏，还是怕这件东西落入旁人手里，给我长了面子？你少多管闲事。我秦家出价1亿2000万，这件八方拳我要定了。1亿2000万，成交。秦老爷子出手阔绰，周某佩服。他出价越高，资金链绷得越紧，我要的就是他掏空现金流的那一刻。爷爷，财务为了狙击核算周婷，在鉴宝大会上连续高价截胡3件拍品，公司可流动现金已经见底了。秦董，下个月到期的3笔银行贷款加起来3亿，如果再没有新的现金流注入，银行那边可能会……银行那边先拖住，下周的国际拍卖会才是关键。那件镇国之宝必须拿下，只要到手，转手就是翻倍的利润。可是爷爷，我听说周婷也在打听那件拍品的情报，她好像盯上我们了。他一个刚冒头的暴发户，拿什么跟我秦家10亿资本斗？下周拍卖会，所有流动资金全部押上。我不仅要拿下唐代铜佛，还要让周田血本无回。秦家下周的目标就是这件，估价3亿起步，他们恐怕要倾尽全力。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小吉，秦家资金链已濒临期裂，其可调动总资金只剩4亿。中吉，宿主将顺利拿下下周拍卖会上宝。大吉，下周拍卖会重宝战国青铜错金壶流拍，实际价值5亿。如烟，
帮我联系3家关系最好的媒体，明天开始放风，就说我周婷对那件唐代铜佛志在必得，准备不惜一切代价竞拍。你是要钓鱼？不是钓鱼，是放干他池子里最后的水。唐代鎏金铜佛，起拍价2亿，每次加价不低于1000万。4亿，价格已经4亿了。 4亿5千万，加，不能让他抢走这件铜佛。5亿，算了，秦老爷子这么想要这件铜佛，就让给秦家吧。下一件拍品，战国青铜错金壶，起拍价仅8000万。该死的，这才是真正的宝贝。1亿。 秦老爷子，5亿买下不值3亿的铜佛，秦家现在还有周转资金吗？这只是开始，秦家10亿帝国的裂缝，我已经撬开了第1道。秦董，我们账上流动现金已经不足3亿，下周到期的银行贷款那边催得很紧，说不按时还就要冻结资产。而且我们之前高价截胡的3件拍品，市场估值严重缩水，如果变现，至少要亏40%。 都是那个周婷，是他一步步把我们逼到这个地步的。够了，秦家的根基在海外的古董航线和缅国翡翠矿脉，只要这2条命脉还在，他撼动不了我们。给我查周婷所有资金动向，截断他全部进货渠道。每日一卦触发，今日运势大凶。秦山已下令截断宿主所有货源渠道，明日开始，乘3古董公标商将终极鉴宝供货。大吉，秦家核心命脉总与破线的低价抛售矿脉。中吉。 宿主资金充足，可适当出价买入。秦婉山，你要封杀我的货源，那我直接挖断你的根。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搞到。秦家资金链断裂，已经在悄悄抛卖青铜1号航线的运营权和缅国翡翠矿脉的股权了，这是内部报价。3折，这2条命脉加起来数值至少6亿，他们居然只开价2亿。秦家现在是热锅上的蚂蚁。 银行催债，项目停工，股价暴跌，再不出手这些非核心资产，他们连下个月的员工工资都发不出。不过周先生，2亿也不是小数目，你确定吃得下？2亿我全要了，明天一早我要看到合同原件和资产过户手续，痛快。明天上午10点，还是这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周婷，你哪来这么多现金流？如烟，你还记得我捡漏的那件战国青铜错金壶吗？估价5亿。 但那是市场价，我私下联系了3位海外藏家，最终成交价是12亿，付这个钱还是绰绰有余的。12亿，那是翻了2倍多。秦婉山以为封杀我的货源就能掐死我，但他不知道，我要的根本不是他那点货源，我要的是他整个帝国的心脏和血管。每日一卦情报系统已绑定，大凶，秦宇已通过内线截获此次交易情报。秦家将在今日下午2点对青铜1号航线港口实施封锁和资产被押，距交易生效时间窗口仅4小时。中吉，明日交易谈成，封锁失陷。小吉，古董监管局严厉杜绝强制封锁事件发生。秦宇，你倒是比你爷爷更急，4小时，够我拆了你这道封锁线了。周先生，合同确认无误，只要你签了字。 青铜1号航线运营权，缅国翡翠矿脉65%的股权就全归你了。钱已经分3笔打入指定账户，第1笔1亿会在签字后2小时内到账，爽快。剩下1亿到账后，所有手续就全部完成。秦公子，这么早打电话，有何指教？周玲，我警告你。 青铜1号航线是秦家20年的根基，你敢动它，我跟你拼到底！秦公子，白纸黑字签了合同，钱也付了，你说拼到底，拿什么拼？你账上那不到3亿的现金吗？周婷，我马上带人去港口，把船全部扣下，你1分钱都别想拿走！秦公子，合同签的是运营权，不是船，你扣船，我正好可以告你侵害经营权益，你确定要这么做吗？看来秦公子不太冷静。 老鬼，麻烦你安排一下，我要立刻去港口接收资产。阿婷，不好了，
秦宇真的带着人堵在青铜1号港口了，他们说要强行扣押所有货船，还说什么宁可毁掉也不便宜你。如烟，别慌，告诉港口的人我20分钟就到。秦宇要玩硬的，那我今天就陪他玩到底。我再说一遍，青铜1号是我秦家的产业，谁都不准动。秦宇，你少在这耍横！停哥合同都签了，钱也付了，你们秦家自己撑不下去了，卖资产，现在又想反悔？再往前一步，别怪我不客气。秦公子，让开，你挡着我的路了。周婷，你今天敢踏进这个港口一步试试？喂，省城青铜1号港口有人非法扣押合法受上资产，请派人处理。谁打的电话？怎么回事？王队，这是我合法受让的港口运营权合同，已公证。但这位秦先生带人强行封锁港口，意图阻止我行使经营权。秦先生，请你立刻带人撤离，否则我们将依法处理。周婷，你狠，但我告诉你，这口气我咽不下。青铜1号、缅国矿脉，这2条命脉到手，秦家的底牌已经全部摊开了。各位观众，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省城古玩界新金巨头周林先生，他将为我们独家披露秦氏集团多年来的核心黑幕。过去10年，秦氏集团通过操控海外古董拍卖价格进行非法盈利，同时其旗下的翡翠矿脉长期存在违法行为。所有证据我已全部提交给古董监管局。根据我们拿到的内部数据，仅本周秦氏集团的股价已经暴跌了40%，大量机构投资者正在疯狂抛售，秦家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周先生，您在这个时候曝光秦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我只是一个开古玩店的普通人，但我知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秦家这些年踩在多少同行和藏家的血泪上发家，是时候把账算清了。听哥，你是不知道，今天新闻一播，秦家那几家公司股价直接跌停了。我听说秦万山气得进医院了。小婷啊，3年前你从牢里出来，哥做梦都想不到咱们周家能有今天。你不仅是咱们家的骄傲，你是整个省城的英雄。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秦家的核心命脉已经被我截断，资产崩台只是时间问题。我现在要做的是趁他们最虚弱的时候，彻底收购秦家所有残余产业，让这个曾想封杀我的10亿帝国全部姓周。3天后，我周婷要在省城的版图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爷爷，周婷那个混蛋趁我们最虚弱的时候，一口气收购了我们30%的外围产业。再这么下去，秦家真的撑不住了。秦老爷子久仰了。赵凯，你不是应该在牢里待着吗？托秦老爷子的福，我保外就医了。秦老爷子，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说下去。周婷让我身败名裂，一无所有。他现在风头正盛，靠的是他那个所谓神仙眼力的名声。但秦老爷子，您想想，如果他被查出什么不能看到性，我入狱前在海外有几个老关系，能搞到一批走私大师级赝品。只要跟周婷扯上关系，100张嘴他也说不清。需要什么，我秦家全力支持。3天内，我要看到周婷被铐上手铐的画面。每日一卦情报系统，大凶，周氏仓库即将被内鬼打开，注意查验仓库残品。大吉，提前联合古董监管局人员布控，可完整录制栽赃全过程，同步获取秦家完整构陷证据链。小凶，短期内周氏集团名望受到凤庙响。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周家的仓库
又进人了。如烟，明天一早帮我联系省古董监管局王队，我要单独见他。记住，这条消息绝对保密，连胖子都不能说。你到底要做什么？将计就计。你说赵凯和秦婉山要伪造大师级古董藏进你的仓库，有证据吗？王队，是真是假，明日自有分晓。这是我周氏仓库内所有古董的登记地账，我提前向您主动报备，自证清白，后续也会无条件配合所有调查。至于这份是我通过海外特殊渠道查到的全部线索，您可以细看。我只求能借此机会将他们一行人一网打尽。周婷，值得吗？王队，从我出狱那天起，我就立过这重誓，绝不会再任由任何人将我踩入泥泞。这一次，我就让他们借着我的名头，踩着我的底线肆意狂欢，最后我要将他们连根拔起，彻底覆灭。东西已经放好了，但这件事风险太大，一旦被查出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一定办妥。秦公子，货已经顺利安置进仓库了。明天一早就是周婷的死期，我倒要看看她如何翻盘。干得漂亮！明天我会安排全顶级媒体跟进报道，我要让整个省城所有人都亲眼见证周婷彻底覆灭。王队，这么大阵仗是来查什么？周先生，我们接到实名举报，称你安保仓库内藏有大量非法走私文物，依法查封仓库，请配合调查。周先生，请问您对此有何回应？我周婷行得正，坐得端，查就查，清者自清。周婷先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周婷没有做这种事，这是栽赃，你们不能带走她。别怕，等我回来。看到了吗？周婷被带走了，她也有今天。爷爷，下一步怎么办？戏还没唱完，让媒体再发酵3天，等舆论把他彻底定死。3天后，省城巅峰商会，我要当着所有权的面宣布周婷的死刑。赵凯，到时候你来上台演讲。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周婷，你夺走我的一切，现在我要你100倍偿还。大吉，古董监管局布控到位，收网时机，商会当天下午3时。中吉，收网进行顺利，没有阻碍因素。小吉，周氏集团名望大涨，超过秦氏集团。外面的舆论全在骂你，所有合作商都在观望，胖子急得差点冲去砸秦家大门。别急，明天下午最后一步。如烟，听我说，明天巅峰商会的邀请函，秦家是不是也给你发了？发了，还特意打电话邀请我去看热闹。那就去，穿最漂亮的那条红裙子，坐在最前排。我要让他们在最得意的时候，亲眼看着自己的帝国在面前轰然倒塌。好，我等你，把舞台拆干净。赵哥，秦家的10亿已经分批到账了，只要过了今晚，这笔钱就算神仙也追不回来。周婷以为他赢了，秦家随时可以东山再起，而周婷只能在牢里慢慢腐烂。明天商会，我要亲自上台，把他的罪状念给全场听。调查证据全齐了，通知所有人，明天下午3点准时收网。各位贵宾，今日巅峰商会盛会，我秦家有一件重磅喜事向大家宣布。那个靠着坑蒙拐骗混迹古玩界的周婷，已经被古董监管局正式批捕，省城古玩界终于彻底清除了这一颗害群之马的毒瘤。周婷抢走了我的一切，可现在呢？他只能困在铁窗里等死，而我堂堂正正站在这里，这就是得罪我赵凯的下场！哈哈哈哈哈哈哈！秦家的10亿已经分批到账了，只要过了今晚，这笔钱就算神仙也追不回来。这是什么？谁放的视频？秦万山、赵凯，你们2人涉嫌走私文物，恶意诬陷、栽赃他人，全员不许乱动，就地接受逮捕。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已经被抓了吗？你应该在牢里，你本该在牢里。
我若是不在牢里待着，怎么能让你放下戒备，放心大胆的在暗室里私吞赃款，肆意妄为？赵凯，你方才在台上说的每一句话，全国同步观看直播的观众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周屌，你赢了，你彻底赢了！但我告诉，如果不是你，我依旧是那个风光无限的赵总。我今日落到这般田地，全都是你害的。爷爷，你醒醒！我秦家百年基业，终究毁于一旦。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鉴宝传奇周庭先生。是他以一己之力肃清省城古玩界百年毒瘤，带领整个行业重回正道。3年前，我出狱的时候身无分文，走在街上连一个馒头都买不起。3年后，我站在这里，不靠运气，也不单凭天赋，是因为我遇见了愿意无条件相信我的人，是我凭借这双眼分辨世间真假善恶，更因为邪不压正，公道永远自在人心。我爸爸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谁欺负他，他就把谁打倒。周庭，你做到了，你不只拿回了属于你的一切，你让所有人牢牢记住了你的名字。我周庭这辈子曾被人狠狠踩进泥沼，也曾被夺走所有一切，也正因经历过这些，我比谁都清楚，人站得越高，守住底线的决心就必须越坚定。往后我会一直走在这条路上，用我的眼力守护把玩行业真正的清白。看什么呢？人家可是身价10亿的新贵周总，咱们这一辈子想给人家洗地都排不上号。本来站在他身边的人是我，我本该拥有这样的幸福，我错了，我错得太彻底了。